欢迎来到月雷的妙想故事，这次要说的是月离的故事。在微风轻拂的午后，阳光洒落在月离的身影上，为她略显苍白的脸庞添了一抹暖意。她背住包包，站在姨妈家那扇木门前，心中既忐忑又充满了期盼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青草香和泥土气息，那是她梦寐以求的味道，与过去几年辗转寄养的冰冷房屋截然不同。月离的童年像一艘漂泊的小船，早早失去了双亲，便在不同的家庭之间漂流。那些记忆如同散落的珍珠，时而闪现温暖的光芒，时而又被阴影吞噬。他渴望一个稳定的港湾，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。而眼前的这座庄园，在他的幻想中早已被描绘成一个充满诗意的乐土。一条清澈的小河流淌而过，在阳光下闪烁着粼粼波光，河岸两旁点缀着不知名的野花，色彩斑斓，如同上帝不经意洒下的颜料。月离闭上眼睛，仿佛已经能闻到花朵的芬芳，听到潺潺的流水声，感受到微风轻柔的抚摸。木门缓缓打开，姨妈出现在门口，她的脸庞带着一丝疲惫和复杂的情绪，眼神中既有对远道而来的亲戚的关切，又夹杂着难以言喻的犹豫。月离，快进来吧。姨妈的声音温和却略显沉重。月离小心翼翼地踏进屋内，目光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，古朴的家具散发着岁月的沉淀感。这一切都与他过去的生活格格不入，如同一个美好的梦境，让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。旅途劳顿了吧？先喝杯茶，暖暖身子。姨妈引领月离来到客厅，脸上挤出一丝笑容。月离拘谨地坐在沙发上，双手紧紧握住，眼神中充满了渴望和不安。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姨妈的表情，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丝肯定的答案。几天过去了，月离小心翼翼地融入着庄园的生活。他喜欢漫步在树林间，聆听鸟儿的歌唱，观察昆虫的爬行。他将那些不知名的野花视为大地的微笑，将阳光穿透树叶洒下的光斑称为精灵的足迹。他用他充满诗意的想象力，为这个庄园的一切都赋予了生动的意义。姨妈看着月离，心中百感交集。这个孩子身上散发出的纯真和对生活细微之处的热爱，让他尘封已久的内心也感受到了一丝柔软。然而，收养一个孩子并非易事，她和丈夫姨父已经习惯了平静的生活，而且经济上也并非十分宽裕。一天晚上，姨妈和姨父坐在书房里，壁炉里的火焰温暖地跳动着，映照着两人略显疲惫的脸庞。约翰，你觉得月离怎么样？姨妈轻声问道，打破了室内的沉默。姨丈放下手中的书，沉吟片刻后说道：他是个特别的孩子，充满了想象力，心思也很细腻。我看到他一个人坐在花园里，对着一朵蒲公英轻声细语，彷佛在和他交流。是啊，他总是能发现我们忽略的美好。姨妈叹了口气。可是收养他，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？这不是一时的善心，而是一辈子的责任。我知道。姨丈眼神中充满了认真。我们已经老了，也许没有太多的精力再去照顾一个孩子，而且我们的经济状况。但是约翰，你有没有看到他眼中的渴望，那种对一个家的渴望，让人心疼。姨妈的声音有些哽咽。他已经经历了太多漂泊，我们难道要让他继续这样下去吗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姨丈的眉头紧锁。他提到他以前寄养的家庭，有些并不怎么友善。是的，他晚上偶尔会做噩梦，醒来的时候总是满脸泪痕。姨妈的声音更加低沉。他紧紧抱着那个旧包包，彷佛那是他唯一的依靠。两个人陷入了沉默，书房里只剩下火焰噼啪的声响。收养月离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，需要考虑太多的现实因素。这几天，月离独自一人坐在庄园后面的小山坡上，眺望着远方起伏的山峦。微风吹拂着她的头发，阳光洒在她的脸上，却无法驱散她心中的一丝阴霾。
他无意间听到了姨妈和姨丈的谈话，知道他们还在犹豫是否收养他。一股强烈的失落感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，几乎要将他淹没。这个美丽的庄园，这些可爱的花草树木，如果这一切都将与他无关，那该是多么令人绝望的事情。有一天，就在他感到无助的时候，姨妈走了过来，在他身边坐下。姨妈轻轻抚摸着月离的头发，眼神中充满了怜爱。月离，你有一双能发现美的眼睛。月离沉默了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他害怕问起收养的事情，害怕听到那个他不愿接受的答案。月离，有些事情我和你姨丈一直在讨论。姨妈打破了沉默，声音有些犹豫。月离的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，他屏住了呼吸，等待着姨妈接下来的话。我们还没有决定是否收养你。姨妈看着月离，眼神中充满了真诚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我们需要仔细考虑。月离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她努力控制住自己颤抖的声音。我知道的。但是，月离，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喜欢你。事实上，这段时间以来，你给这个家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色彩。你的想象力，你对生活的热情，都让我们觉得很惊喜。真的吗？月离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希望的光芒。当然是真的。姨妈温柔地笑了笑。你还记得你给那条小河取的名字吗？银色的丝带，多么美丽的名字！还有那些野花，你说它们是大地的星辰。你总是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姨丈也过来了，他脸上的表情不再像之前那样严肃，而是多了一丝温和。月离，我和你姨妈商量过了。姨丈看着月离，语气诚恳地说道：我们知道收养你会面临很多挑战，但是我们被你的独特所打动了。月离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。你的想象力，你的善良，你对生活细微之处的热爱，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品质。姨丈继续说道：我们相信你会给这个家带来更多的欢乐。阳光洒在三个人的身上，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月离抬起头，望着眼前的庄园，心中的喜悦如同盛开的花朵般绽放。他知道他的漂泊有可能快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月离的故事，期待下一话。欢迎按赞订阅，谢谢收看。